仙盟大典在即，剑尊的3个弟子却全被合欢宗的人拐跑了。剑尊脸色铁青，狠狠瞪向我。我假装无辜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没错，就是我授意我的师妹们干的，那又怎样？当天夜里，素有则是君子之称的剑尊翻了我卧室的窗。你来做什么？男人咬紧牙关，忍着耻辱蹦出几个字，自荐枕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一剑阁素来不与我们这些邪修为伍，今夜剑尊前来，是想将我就地正法吗？我抬头看向敞开的窗子，淡漠地问道。来人听这话却是一愣，跨窗的动作顿了顿，如练的白色长发披散在身前，一双寒潭般的眼睛闪过几丝不可思议。你当真是这样想我？他的声音却古井无波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月朗言，你还是省省吧，我不会告诉你他们在哪的。我不想再看这双眼睛。你竟然真的将他们带走了？究竟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的问题很可笑，道：这还用问吗？我们合欢宗将人带走能为了什么？还是你剑尊当了太久，什么都忘了？月朗言一听这话，脸上泛起可疑的红晕，但最终还是怒火占据了上风。他们的修为哪里足够？你明明已经是分店长老了，寻他们你不过是想……他极力将后半句话咽了下去，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一般，垂下眼眸不语。不错，我就是想报复他而已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正要开口，却被他打断了。不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吗？我不可思议地对上月朗言满是愤懑的眼睛，震惊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们合欢宗最近在传言什么年轻修士更方便提升修为，没想到你也会信。你该知道的，我们修仙者哪有什么年龄一说呢？他究竟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这还是清冷自持的剑尊吗？和月朗言的故事还要从100年前说起，那时我还是下修界的一位孤女。下修界灵气稀薄，在这儿常住的都是普通贩夫走卒，没什么修仙的人愿意往这边跑。除了一剑阁，一剑阁是闻名天下的剑宗门派，每月初3都会来下修界除魔卫道。当时的月朗言还只是正派弟子，我那时没有修为，野狼都能让我丧命，更别说是狼妖了。我抬起手边的石头砸向他，一击未中，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机会。正当我打算闭上眼睛等死时，月朗言出现了。树林中陡然亮起一片寒光，我看到一柄通体银白的剑将狼妖拦腰斩断。本以为那鲜血会喷溅在我脸上，哪知一阵灵气结成屏障，将那些血液挡在了距我3尺之外的地方。月朗言没有和我说一句话，只是微微颔首示意，很快便离开了。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当他是恩公。我那时不知道他们修仙之人需要辟谷，想方设法给他做了糕点，等过几日遇见他时送给他。当时我见一剑阁那队人马走来，看见月朗言的身影，跑到人群中就将放糕点的盒子塞到他怀里。月朗言显然没料到会有人这般冒失，抬眸瞥了我一眼，没等他开口说什么，我便跑了。第2日，我在屋前看到了那个被我送出去的盒子，里面的荷花酥一块没动，只多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多谢姑娘好意，月某心领。门外月光皎皎，照在盒子上如白霜一片，一如那日他的衣角。那时月朗言的头发还是黑色的，心肠也比现在软些。我锲而不舍地给他送东西，他最开始什么也不收，也不和我说话，直到有一日我编了一个剑穗给他。那日也在月下，他看了我捧在手中的剑穗良久，最终还是接过了它。多谢姑娘。我看见那鲜红的剑穗垂落在他银白的衣袍上，分外亮眼，便朝他笑了笑，转身回了屋内。再一次见面便没那么美好了。我遇见了一位云游道人，他说我骨骼惊奇，有入合欢宗的潜能。我那时还不知道合欢宗是如何修行的，满心欢喜的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离开混乱的下修界了。况且能以修士的身份进入上修界，我也能有机会离月朗言更近些吧。我当时大约是有这些微小的愿景的。于是我便拜入了合欢宗，成为了妙语真人座下的弟子。我回家中收拾行李，那日又正好是初3，一剑阁到下修界来的日子。我听见月朗言在门口唤我的名字。
尺素。我推开门，笑着看他，还没等我和他打招呼，月朗言就愣在了原地。他盯着我额头上的桃花花钿，脸上的震惊之色难以掩盖。你是合欢宗的人？我被他的反应搞得不明所以，愣愣地点了点头，道：是的呀，我刚入合欢宗没多久。月朗言后退一步，嘴里念叨着怪不得之类的话，转身直接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还越跑越快，一眨眼就没了影。奇了，他不是可以预见吗？怎么这回有事急着走，连这都忘了？我不禁有些疑惑，但也没多放在心上，欢欢喜喜地收拾了东西去合欢宗。合欢宗的同修们都是些好看的姐姐，待我也十分和善，很快便融入其中。我对合欢宗的教义接受的也很快，毕竟这些你情我愿的事有何歪门邪道？况且宗中弟子在进行最后一步前都会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双修也需两人共同进行，哪来什么对错？师姐们在与宗外男子结为夫妻时都会说，从今往后不会只有他一人，能接受便接受，不能接受便作罢。世人为何如此愚钝，偏说我辈是邪修呢？我疑惑地问道。大师姐颇有不屑，答道：无非就是那些杜夫、老古板，看不惯我辈活得如此自在吧。我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这位大师姐道侣也有好几位，这几日看他们轮番争宠的戏码也不少。听说之前也有暗自伤神受不了之后离开的，也没有到外头坏我们合欢宗的名声。看来选道侣也有门道，该向大师姐学习，不光要修为高容貌好，品行才是重中之重啊。妙语道人向我传授了合欢功法后，便让我独自出宗历练，临走前师姐们给了我许多东西。师妹把这几个香囊收好，那些修仙世家的公子们最喜欢这些东西当定情信物了。还有我教道侣们和我一起赶工的剑穗，那些剑修肯定喜欢。修仙世家的弟子们很多都不勤于修炼的，还是剑修上进，身材好气质佳，而且没有情感经历，是最简单容易得手的，最适合你这种第一次下山历练的了。其实药王谷的修士都很温柔的，师妹要是喜欢那种，也可以多去看看，药王谷后山很容易就能捡到因为采药而受伤的一休。你确定他们不是故意的吗？师姐们的话在耳边吵闹着，我握着手中的一把剑穗，又想起了那天的月朗言。那时他在想什么呢？我没想到会那么快再次遇见月朗言，这次是在我的洞府外。我正打算出门，余光却瞥见了一角白色的衣袍，看过去才发现是月朗言。他在角落处左右踱步，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玉色，看见我从洞府中出来后，急忙后退了一步，眼神闪躲，但又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神色，朝我走来。月朗言自从上次见面后便心神不宁，查找了好多关于合欢宗的资料，知道合欢宗学习完功法之后便要下山游历。至于游历什么，大家都心中有数，他头脑一热便跑到合欢宗附近来晃悠。尺素，你现在功法学完了吗？他如墨色寒潭般的眼眸搅动出从未有过的情愫，脸颊上染上的颜色与腰间的剑穗相映成趣。是的，师父叫我下山历练呢。我仰头看他，道。月朗言脸上的颜色渐渐漫到耳根，正开口想要说些什么，目光却不经意看见我随手摆在桌上的那一把师姐送的剑穗。他眼眸中的蜜色尽数消退了，瞳仁颤颤，原先泛红的面色也唰的一下发白。你月朗言有些语无伦次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你们合欢宗就是这样行事的？我以为你是不同的，我以为我会不一样，原来都是我的妄念。你们合欢宗真算得上是天下第一邪修。说完，月朗言转身愤然离去了。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，听他对合欢宗没来由的责怪，更是怒从心起。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何要这样说呢？左右他当时收下了我送的剑穗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，往后也没必要再见了。我心下这样想。因为月朗言的缘故，我游历时特意避开了一剑阁，主要是心里说不出的别扭，我不想遇到他。可我确实没什么调情的天赋，眼看快要到了师尊规定的10日，还是一无所获，我不得不打起一剑阁的主意。毕竟当时师姐也说了，他们剑修是最好下手的，大不了我避开月朗言，就是一剑阁这么大，想来也不会这么容易就遇到。师姐说，
对付剑修这些人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来个英雄救美，我深信不疑。本想学要修采药受伤的模板，哪知我竟一个不小心真将脚给崴了，暮色渐沉，也没见着一个人。姑娘，你为何坐在这山上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再不回去可就不安全了。在我快要死心时，总算遇到了一剑阁的人。好巧不巧，我跌倒在了一剑阁纪律司巡山的必经之路上。两位剑修都是极清俊的年轻男子，看着和我差不多年岁，应该都是刚入宗没多久的。两位公子，我是上山采蘑菇，打算拿回家煲汤的，一不小心就在山上崴了脚，现在动不了。我的演技十分拙劣，好在崴脚是真的，两位剑修也十分单纯。我们是一剑阁的弟子，姑娘不要怕。若是相信我们的话，可以随我们去阁中厢房小住几日养伤。那个个子略高些的剑修说道。旁边那位点点头，为了让我相信他们的身份，还从腰间拿出了内门弟子的腰牌。我叫云逸，他叫汝林。最后，因为我实在是走不了，还是由云逸将我一路背回一剑阁的。走到纪律司门前，汝林朝我笑笑，道：我先去和大师兄说一下，马上给你安排住处和伤药。我油然生出一种预感，心中顿时警铃大作，还不等我问他你们大师兄姓甚名谁，汝林就将门打开了。我趴在云逸背上，正对上一双毫无情绪的眼睛。不过这种眼神只维持了1秒，岳朗言看清我的面容后就变了脸色。我实在不敢看他，扭过头去避开岳朗言的视线。我心中叫苦不迭，要是他不让我住下，把我从一剑阁扔出去该怎么办？我刚崴了脚，还没学会御剑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岳朗言并没有说什么。若不是我感受到他凉飕飕的视线停留在我身上，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将我忘记了。云逸和汝林没有发觉什么，将我送到了客房中。只是这一路我便知道了两人的脾性，汝林温柔些，话也说得多。为了帮我将注意力从受伤的地方挪开，说了不少俏皮话逗我开心，但还是能看得出他并不精于此道，绞尽脑汁找了许多话题。云逸话便少些，比较沉默，但是个实干派，看我动弹不得，便立刻蹲下将我背起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去帮姑娘找些伤药来，用了药就早些休息吧。汝林道。我对他们点头致谢。没过多久，二人就拿了伤药和温水来，碍于男女大防，他们将东西放在床头便离去了。我握着剑碎的手背在身后，本想叫住他们，但最终还是作罢。现在给还是不合适吧？好奇怪，像什么旅游纪念物一样。算了算了，我动手开始处理伤势，光是脱下鞋就让我十分难忍，背上都出了汗。我解开罗袜，拿着药瓶上药，这药瓶上还有一剑阁的字，应该是阁内药房统一出产的。我们合欢宗也有这样的伤药，都是算作弟子月例，按人头统一发放的。这个点他们应该不会为了一瓶伤药跑一趟药房，这大概是汝林自己的那份。他们剑修本就容易受伤，伤药需求大，往往自己都不够用，更何况这瓶还是新的。我又摸了摸旁边盛了温水的铜盆，水温刚刚好，那点时间也不够烧水，大概率是云逸用灵力热的。真是两个用心的好人呐！我不禁在心中赞叹道。心情也因为他们两人的善举变得好了些，伤药抹在脚踝处冰冰凉凉的，感觉也没这么痛了。这么高兴，岳朗言站在月光下看我，脸上说不清是什么神色。我转头看看紧闭的房门，目露震惊，这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岳朗言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有些尴尬地轻咳了一声，眼神滞留在我手中的药瓶上，哼了一声。你来干什么？我问道。岳朗言听言一噎，本想说什么，但在看到我边上的剑碎之后，又青了脸色，冷冷道：是的，我不该来，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疑心他原本并不是想说这个，不过他并没有给我问询的机会。岳朗言翻窗而去，很快不见了身影。我的桌上出现了一个青色的药瓶，瓶身透亮，瓷瓶却泛着如玉质般温润的光，一看就知道并非凡品。但我刚刚已经上过药了，我不清楚药性，不好叠加，便将这个漂亮的瓶子收进了抽屉里。剑修确实是比其他人修炼更刻苦的。
一剑阁的早课足足比合欢宗早了1个时辰。我刚洗漱完，汝霖和云逸便来看我，这个点正是他们有劲的时候，走到门前还在聊选派的事。云逸，你会选择修无情道吗？我们宗门的顶尖大能基本上都是无情道，可是我不太想选，侠者怎能无情呢？不好说，若是想当阁主剑尊之类的，只有无情道才能达到那种境地吧。我要是有岳师兄那样的天资，就肯定选无情道了，只比我们大3岁就当了首席，未来肯定是要当剑尊的。他1年前仙盟大典夺魁时不就说了要修无情道吗？我想我还是别选这个了，无情道一天天不知道得无聊成什么样。月朗言要修无情道，纵使我刚入上修剑没多久，也曾听说过一剑阁的这个流派。合欢宗的师姐们对无情道更是嗤之以鼻，说一剑阁的历代剑尊都冷冰冰的，很没意思。哪里只是没意思这点啊，修了无情道的人，姐妹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吧，破道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我回想起师姐的话，一时有些愣神，连云逸他们和我说的话都没怎么放在心上。好在他们也只当我是身体不适，闲聊几句之后便离去了。没有由来的，我想出门走走。一剑阁很大，我在这里漫无目的的走着，晚上还没好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我走到了剑林，传闻中一剑阁的开山祖师在与凶兽搏斗时悟道，剑气纵横，一下劈开了这块巨石，上面由剑意留下的痕迹如同竹林，这里便被后人称为剑林。月朗言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了我的脚踝一眼。我总觉得他这般冷冰冰的，一定是修了无情道的缘故。你没有用我给你留下的伤药吗？没有，昨天我已经上过药了。月朗言点点头，道：想来一剑阁，没必要把自己弄伤，我们门派多的是借助的人，不差你这一个。我没有解释，沉默了片刻。月朗言看我不说话，眼神一寸一寸冷了下来，便道：也是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我多嘴了。他握着剑柄的手发白，鲜红的剑穗在风中飘荡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可我却因为他的这句话有些生气，好像我是什么可恶的妖女，我有些忍不住委屈。我在下修界时不果腹，那里妖兽横行，我师尊收我为徒，把我带到上修界，我有做错什么吗？我学了心法，听师尊的话下山历练，我本来不想来一剑阁的，但快到师尊规定的时日了。在山上受伤也不是故意的，御剑也没学会，走不了，我又没有害人。我也不知道你会在那个纪律司，早知道我就是爬也要从山上爬下去，绝对不来碍你的眼。我越说越气，心一横，手一伸，道：既然这么看不上我，那你把我给你的剑穗还给我吧。月朗言一听这话就急了，话全堵在喉咙口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到我的眼泪啪嗒啪嗒落在地上，他急步上前，用那月白的衣袖擦我的脸。别哭，尺素，你别哭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不说话还好，越说我越觉得委屈，哭得更狠了，抬手就要去拽他挂在剑柄上的穗子。月朗言动作很快，见我去拽他就躲。尺素，这个是你送给我的，我不想送了，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还给我。不还。我一直伸手要抢，月朗言没办法，便握住了我的手。最后我哭累了，坐在地上，月朗言显然没累，仍旧用衣袖轻轻擦着我的眼泪。尺素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些话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，我已经无意在抢剑穗，可月朗言却没有松开我的手，他微拧着眉头，轻声问道：尺素，这次历练，你师尊是如何说的？要怎样才算完成？要结缘。刚刚哭完，我控制不住结巴。月朗言一听便红了脸，风呼呼地吹，他好像说了些什么，但我没听清。你说什么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。我说，和我结缘行不行？我那时真是着了他的道，在一起时再好又有什么用？月朗言不还是修了无情道，当了剑尊？我看着他冷冰冰的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当年少不知事，觉得他嘴笨的样子最可爱，师姐们还为我发愁，被他一个人框住了，该怎么办？其实不用愁的，他修了无情道，我们当然会散。我突然有点无力，当时就不该突发奇想让师妹们去一剑阁。月朗言摆着张臭脸，
我也不想见。我不想看见你，你走吧。这就是你引我过来想说的话。我来了又说不想见我。我闭眼，烦躁道：谁引你来了？月朗言默了默，又问：我的弟子在哪？我很久之前就和你说过，我们合欢宗尊重个人意志。你的弟子们就是认定和爱人在一起比这仙盟大会重要。你找到他们又能怎么样？把他们绑回来吗？爱人。月朗言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，音调拖长，2个字被他嚼了很久才吐出来。你说他们和爱人在一起，那我怎么没见着？我一愣，月朗言好像误会了什么。他们的爱人又不是我，你在这见什么见？月朗言迟疑了。我被气笑了，道：你凭什么觉得我能一下子谈3个？我们合欢宗也是有心的好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想，那你的弟子是有病吗？非要和我同时在一起？月朗言的神情有了波动，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半晌从嘴中蹦出了4个字：你可以的。哈哈，他还蛮相信我的实力的，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了。我想将月朗言赶出去，可怎么推他都不动，固执地看着我。我真搞不懂了，修无情道会把人的情商也修没吗？连别人的脸色都读不懂吗？我愤恨地瞪了他一眼，月朗言眨了眨眼，依旧不动如山。你究竟想干嘛？我不行吗？什么？我没听懂，他又想搞什么名堂？我来自荐枕席。我此时已经顾不上再去看月朗言的神情了，闭着眼睛将他狠狠推了出去。给我滚！我都说了不想见到你，当了剑尊还这么爱骗人，修了无情道现在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是吧？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，无情道破功轻则多年修炼消退，重则殒命身死，更何况死亡的几率更大，灵力消退的也会伤到根本，再难筑基。与其相信月朗言会破功，不如相信他是为了剿灭我这邪门歪道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好歹也是老情人，这么想他会不会太恶毒了？不会，一点也不会。当年月朗言一声不吭跑上寒山，找前任剑尊入道无情。我在一剑阁山下等了许久，最终还是由合欢宗的师姐将我带回去的。尺素，你为何久久没有提升修为？再这样下去，你寿元都快尽了。师姐们很是焦急，在我耳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。可是因为那个一剑阁的剑修，我们都听说那个仙盟大比魁首早去了寒山修无情道，你们已经不可能了。我们合欢宗可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，师妹，不要为了这个负心汉连自己的寿元都不顾了呀。我摇摇头，看着师姐们道，可是他都没有和我说过，突然就不见了。我还是不愿相信月朗言是他们口中的负心汉，他不是会说谎的人。我想为月朗言辩解，可我还没说完，师姐就打断了我。可能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谎吧，所以他这次什么也没说，就直接走了。听了这话，我有一时的无措，虽然不愿相信，但心里已经隐隐应和了这句话。可我还是等不到月朗言的音讯就不死心，偷偷找了个机会从合欢宗溜了出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靠着本就所剩无几的灵力，硬抗风雪极寒，走到了寒山。半山腰上有一只雪狐精在扫雪，它瞪着一双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，说不出的透明无瑕。这位姐姐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也不开屏障呀？我已经没有灵力再去撑开结界了。雪狐没有再问，将结界撑大了些，将我罩了进去。当那阵温暖向我袭来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双腿早就被冻得没有知觉了。姐姐，你来寒山干什么呀？你看着不像是剑修呀。我来找人。雪狐的耳朵尖抖了抖，道：找人？那你可以问我呀。我被寒露仙尊救下后几百年都在这里扫雪，这里的人我都认识的。姐姐你来找谁呀？你知不知道月朗言？他是……雪狐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耳朵竖了起来，兴奋地点了点头，道：我认识呀，我认识呀。山上的人都认识他的，他现在就拜在寒露仙尊门下，大家都说他会是下一个剑尊呢。雪狐欢快的语调像一根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。是了，知道他来了寒山，除了这条路，还会有别的可能吗？那他可是来修无情道的。我强撑着，最后问了他这个可笑的问题。
当然了，来找寒露仙尊还能是什么原因？我昏死了过去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最后的意识中，我听到了小雪狐的惊叫声。醒来时，我在一间破旧的洞府里，小雪狐跑过来，对我嘿嘿一笑，抖动的耳朵尖上还沾着黑灰。你怎么？我这是在哪？我家呀，我把你带到我家来了，就是我好久没住这儿了，有些脏，我刚刚在清理呢。姐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呀？身体有没有好些？我感受到靠床的里侧放了块聚了灵气的温玉，给我冰冷的身体传递着温度。好些了，你怎么带我下山了？不是要留在寒山扫雪吗？狐狸摇了摇头，漂亮的眼睛朝我眨了眨，道：寒露仙尊和我说了，让我自己找机缘，机缘到了便能下山。我看到你便觉得亲切，你倒在我身边，我不能不管你。对了，姐姐，我叫雪阳。雪阳是一只很单纯的狐狸，它对我的爱也很单纯。我从寒山上下来之后，老是会觉得冷，雪阳便会在晚上变出它白茸茸的尾巴给我抱着取暖。我不知道摸狐狸的尾巴会加快它们发情，直到有一天雪阳浑身发烫，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。姐姐，可不可以？我想和你一起修炼。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件事也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修炼后修为上升，破了一个小境界，寿元也提升了。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月朗岩在这天找上了门来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可怕的一面。他将雪阳一拳捶进墙里，甚至都没有拔剑，直接就动手了。剑柄上鲜红的剑穗和雪阳吐出的血一样刺眼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赶忙挡在了雪阳身前。月朗岩却怔怔地看着我，道：尺素。雪阳的血止也止不住，我慌了神，道：你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打他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我从没见过月朗岩的眼神这么空茫过，这或许就是无情道的影响吧。我为什么要等你？我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等你？月朗岩，我们早没有干系了。月朗岩那张清冷无瑕的脸动了动，好像想做什么表情，但最后又恢复了原状。为什么没有关系？月朗岩轻声问，抽出剑，倒转剑柄，将剑穗递到我面前给我看。而我看他抽剑的动作就是一惊，怕他打人不够还要补上一剑，便将雪阳挡了个严严实实。月朗岩眨了眨眼，仿佛在辨认什么难懂的东西。尺素，别叫我，你给我滚远一点，我不想看见你，当你的破剑尊传人去吧，我不稀罕。姐姐，雪阳拉了拉我的衣摆，道：月仙人，姐姐说了，她不想看到你，你没有听懂吗？月朗岩此刻才如梦初醒，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扶着雪阳回了洞府，不知道他是何时离开的。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我记得那天也如今晚这样，月光朗照。后来雪阳也走了，不过是被寒露仙尊带走的。时间就是这样，有人来有人走，不过像月朗岩这样让我想起来还是难受到如今的，还是独一个。我想起往事，心中烦躁，便想出门走走，哪知月朗岩还站在门口没有离去。月光下，他银白的长发如易碎的瓷器，披散在肩上，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意味。我好像一直都不知道他为何白了头发，早就没机会问了。他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。我走近些才看见，他低垂的睫毛上沾满了泪水。修了无情道的剑尊还会哭吗？尺素，他是眼兽，你知不知道？他骗你，他年纪比你大多了，他一直在装。月朗岩抽噎着，泣不成声。我知道我现在不好看，你也讨厌我，但是我不能看着你被他骗。我找了寒露仙尊，他说了那个雪阳根本不是什么狐狸。什么？我没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月朗岩站在我门前哭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可是他也不好看，他的真身是眼兽，根本就不好看。他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不是，等等，月朗岩，我也没说过你不好看啊。虽然我现在确实是有点恨他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这张脸还是没得说的。我这句话说得很轻，刚刚又起了风，月朗岩站在原处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，有点奇怪。月朗岩，你怎么了？我故意避开他看过来的视线，没让他直视我的嘴型，放轻了声音说话。月朗岩还是没有反应，困惑地看着我。我扳正他的身形，面向我，
道：“你的耳朵怎么了？”月朗言顿时一惊，想要避开我的视线，但被我拉住了。告诉我，我没有聋。他神色闪躲，但又不想错过我说的话，眼神只能停留在我的唇上。可是你不正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有些急了，晃动着他的身体。我的五感只是有一点消退而已，你不要因为这个可怜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五感消退？不该这样的。他这些年不是过得很风光吗？不是当上了剑尊吗？怎么会五感消退呢？尺素，你还会担心我吗？他看着我，瞳仁还是那么黑，像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。我破到了，我去寒山和寒露仙尊致歉，我当不了他的传人。后来五感就开始消退，我想去找你的，但是那只野兽拦着我不让我去，我就打了他。可是我那时候很丑很丑，我连控制自己摆出表情都做不到，我想我已经配不上你了，尺素。尺素，我和你说实话，我就是一个很卑鄙的人。我知道你也喜欢那只野兽，可我还是叫寒露仙尊把它带走了，因为我嫉妒。我那天回去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头发也变白了，更丑了，像个老头，我该怎么见你呢？我现在也不该见你的，或许这就是我嫉妒别人的惩罚吧。可我还是成为剑尊了，尺素，原来不用修无情道也能成为剑尊的。我有了来仙盟大会的机会，想见你，可是你带着那些年轻的剑修跑了。月朗言还在啪嗒啪嗒掉着眼泪，眼神仍旧空茫着，我的心被揪紧了。我没有，月朗言，我没有带他们跑。他吸了吸鼻子，道：我知道，这个你刚刚和我说过了。你也不丑，月朗言，谁说你丑的？我捧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可是我连一个正常的表情都做不出来。没有没有，你很好看，真的。我的头发变白了，白色也很好看啊，很衬你，真的。好不容易将他安抚好，不再哭了，我又叹自己实在是心太软。月朗言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什么？你当时去寒山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会很快就回来，留了信的。可是我没看到。寒露仙尊算到我会破道，派那野兽提前将信件给吃了，那骗子就是那时候看上你的。尺素，我还能和你在一起吗？月朗言的眼眸中凝着难以化开的玉色，鸦羽般的睫毛低垂着，在眼下投上阴影。剑穗呢？在这里。他从衣襟中拿出一样东西，剑穗有些磨损，有些褪色，他静静地躺在月朗言的掌心，流苏轻轻飘动着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合欢宗女修竟然只送出过这么一个剑穗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